买鸡蛋时挑红壳好还是白壳好？养殖员无意说漏嘴，很多人买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鸡蛋因其蛋白质丰富、口味香醇、价格低廉等优点深受人们喜爱，也是我们一日三餐中经常用到的配菜。早餐的白水煮蛋、茶叶蛋、水波蛋，午餐的培根炒蛋、香椿煎蛋、肉末蒸蛋，晚餐的蛋花汤都非常受欢迎。但在我们购买鸡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会犯选择困难找。超市里的鸡蛋有白色、粉色、红色，名称有洋鸡蛋、鲜鸡蛋、土鸡蛋、笨鸡蛋、柴鸡蛋、乌鸡蛋等等等等。那鸡蛋我们到底要如何挑选呢？红壳好还是白壳好呢？下面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专门的饲养员阿姨偷偷告诉我，首先要来了解一下，为什么鸡蛋会有白皮和红皮的区别呢？其实答案也非常的容易，也很简单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白皮还是红皮的，其实它都是鸡生出来的蛋。那么它的颜色为什么又会不一样呢？其实这也是由鸡的决定的。很多人会误认为红颜色壳鸡蛋就是自家土鸡下的蛋，这种说法是没有一点点根据的。而出现颜色不一样的原因其实是跟母鸡有关系的。颜色不一样其实是因为母鸡吃的食物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农村人自己家里养的鸡吃的一般都是谷物或者小虫子，或者是一些青菜，或者是青草。而一些饲养场里养的鸡可能是小就开始吃饲料长大的，所以就会出现颜色的不一样。其实白壳鸡蛋和红壳鸡蛋区别是不大的，之所以壳的颜色会不一样，是因为母鸡生殖系统表面分泌的色素不一样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，是因为母鸡的品种不一样，所以生出来的鸡蛋壳的颜色也有区别。白壳鸡蛋和红壳鸡蛋到底哪个有营养呢？白壳鸡蛋和红壳鸡蛋营养是差不多的。鸡蛋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质、脂肪、胆固醇以及一些维生素等微量元素。不同品种的鸡蛋确实能够在营养上有一定的区别，但是这个区别很小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在去超市买鸡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认为白壳鸡蛋比红壳鸡蛋有营养，它们的营养是差不多的。依据颜色来挑鸡蛋是不明智的，只需要挑选一些新鲜的鸡蛋即可。土鸡蛋和洋鸡蛋怎么选？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，认为来自农村的土鸡蛋相比养殖场里批量产出来的鸡蛋更有营养。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。通过科学的成分检测发现，土鸡蛋和洋鸡蛋的营养成分确实不太一样，但它们不同的营养成分都对人体是有益的，所以两种鸡蛋只是营养成分略有不同而已，营养价值都各有千秋，不能说哪一种更好。其次，土鸡蛋和洋鸡蛋的口感确实有一点差别，这也是由于它们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不同所决定的。很多人觉得土鸡蛋营养，主要还是认为农村散养的鸡吃得更加天然健康，更符合现代人们的健康饮食观念。挑选鸡蛋时要注意什么？弄明白红皮、白皮鸡蛋这些知识之后，再给你教几个挑鸡蛋的实用小窍门，保证你每次都能选到最新鲜的鸡蛋带回家。首先看外观，新鲜的鸡蛋壳上有一点白霜，摸起来稍微有些粗糙。如果蛋壳特别光滑、发亮还有油光，那这鸡蛋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，要小心选。如果看到蛋壳上有黑斑点、发霉或者有裂痕，直接别买。其次，摇一摇，把鸡蛋轻轻放在耳边晃一晃，如果里面没动静，没有晃动感，也没声响，那就是新鲜鸡蛋。如果听到明显的水荡声，
蛋清蛋黄都松散了，这鸡蛋不新鲜，赶紧放下，再来照一照。如果在灯光下或太阳光底下，鸡蛋透光度好，能隐隐约约看到蛋黄轮廓，红彤彤的，那就是新鲜的。如果不透光，黑乎乎的一团，就别考虑了。还有闻气味，拿起鸡蛋，嘴对着蛋壳轻轻哈口气，再用鼻子嗅一嗅。新鲜鸡蛋有股淡淡的生石灰味，如果闻到酸臭味、腐腥味，那肯定是坏蛋，赶紧扔得远远的。最后别忘了看日期，买盒装鸡蛋一定要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越新鲜越好。散装鸡蛋也尽量问问摊主进货时间，心里有个底。这几招用上，不管鸡蛋里有多少猫腻，您都能一眼看出哪个是好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鸡蛋不是越大越好，其实鸡从出生到它第一次产蛋的时候，大约在110天到130天左右。它第一批生产的这个鸡蛋叫做出生蛋，一般情况下个头是比较小的，但是这样的鸡蛋胆固醇含量是比较低的，而且它的这个蛋壳比较硬一些，适合保存，因此像这样的鸡蛋比较适合老人、小孩、孕妇来食用。蛋白中脂肪及胆固醇含量均低于蛋黄中含量，但是蛋黄中维生素含量十分丰富，且种类较为齐全，包括所有的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K 和微量的维生素 C。蛋类的矿物质主要存在于蛋黄部分，蛋清部分含量较低。蛋黄中钙、磷、铁、锌、硒等含量丰富，吃鸡蛋丢蛋黄其实丢掉的是营养。蛋黄中虽然胆固醇含量较高，但是蛋黄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还是应该适量吃。每天一个鸡蛋，胆固醇摄入量就不会超标。对于高血脂的人，应适当少吃蛋黄，如吃一个鸡蛋，但是蛋黄可减半。鸡蛋里面还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人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，这是因为每天都要吃，所以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也要用心，挑选新鲜的鸡蛋。红壳鸡蛋和白壳鸡蛋营养价值差不多，所以没必要纠结颜色的选择。通过今天的视频，朋友们都知道了吧？到底白皮鸡蛋好，还是红皮鸡蛋好？以后购买鸡蛋可以试试这几个小技巧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